请主持人蒋昌介。世界的最强大脑在哪里？你的天赋就是人类的财富最强大脑6个核桃。欢迎收看由核桃乳领导品牌6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的《最强大脑》。在这里，我们要让智慧飞扬起来，我们要让科学。6个核桃最强大脑，最强大脑由核桃乳领导品牌6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要旅游找途牛，牛人专线品质游。节目首播期间呢，打开微信摇一摇，途牛现金红包领不停。看最强大脑，选牛人专线。观众朋友在抢红包的时候呢，也可以参加最强大脑模拟挑战，也许你就是下一个最强大脑。好，我们用掌声和尖叫声欢迎今天的所有的参赛选手。心算神童施瓦林。今年はチームリーダーとして頑張ります。私の尊敬している土屋選手と一緒に精一杯頑張ります。心算大帝古屋宏明。普段はそろばん暗算の先生をしています。日本の代表として気合を入れて精一杯頑張り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遊戏金手指吉备宏存。今回中国の選手と対戦できることをとても光栄に思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兼引忍者青木健。普段は仕事をしながら世界中の記憶力選手権に参加をしています。記憶力選手権で鍛えた力を中国の皆さんにお見せできることを光栄に思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ヤングジャパン加油！海澜之家为中国战队加油。那么代表中国战队参赛的是鬼才之眼王玉衡。今天我们要把去年的一并赢回。游戏王吴松浩。游戏即将开始，吉备宏纯，你准备好了吗？对高人陈冉冉。心算风云再起，且看今朝。少年黑马许留洋。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今天我将用我的速度给日本队致命一击。中国队，加油加油加油！好，那么今天呢，大家看到我们在嘉宾席上还有一位新的身影，我们欢迎来自搜狗公司首席执行官黄小川先生。一般当 CEO 的就很忙很忙很忙啊，这么忙，为什么还到最强大脑的舞台上来？我们的一项工作就是在研发人工智能哦，所以就是要研发像人一样聪明的机器。所以今天来到这个现场来体验我们的这个最强大脑，能够激发我们更大的灵感，是去制造像人一样的聪明的机器大脑。好，我们再次欢迎小川。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战队迎战日本战队的备战区。今天首先出战的是日本战队的游戏金手指吉备宏纯。中国战队迎战他的是游戏王吴松浩。游戏王吴松浩凭借惊人实力，成功挑战了令人瞠目的盲打俄罗斯方块。只有遇到强敌，才能发挥我真正的实力。吉备宏纯，我们开始游戏吧。多くのことは見たまんまの簡単なことではない。向きを変え、移動し、そして加速して。君たちにとって、これは画面の中のただのバカバカしいゲームかもしれない。けれど、僕にとっては、それはまるで宇宙のようだ。欢迎两位。好，那么首先欢迎远道而来的吉备宏纯先生啊，是第一次到南京来吗？嗨。啊，好，来握个手啊！我相信你一定适应这个舞台。谢谢，很好，来欢迎你回到这个舞台啊！两位是不是都是所谓的我们因为日本语当中的御宅族是吗？
そうですね。我们还有图片，你看他有多窄？有图有真相。他大概呢就是在10平方米的范围之内啊。哦。他家里面呢实际上是有上下铺的。哦。上面是放的是行李啊，下面干什么呢？打游戏。我们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的地板是他睡觉的地方。哦。哎，因为他长期呢宅在家里面，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举动。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呢，他自己在那边讲：“哎呀，今天怎么样啊？今天要去哪里啊？”自言自语。对。为什么会自言自语呢？話し相手がいないからです。哦，我们的松浩也算是宅男，也是这样子吗？我和他还是有点区别的啊。哦。就是说我还有人可以和我说话，就是有朋友可以和我说话。但是有没有女朋友呢？哎，我单身。同样的问题问你，有没有女朋友？はい。是想象中的吗？是挂历上的吗？ゲームで知り合って、それでかなりお互い興味を持つようになって付き合うようになりました。彼女も今回連れてきました。哪一位？哦，欢迎你，欢迎。OK， 哎，真的很文静哎。哎，你看，注意啊，打游戏呢一定要注意，一个游戏要打得好，另外呢也要交女朋友，知道吧？对。好，掌声鼓励啊，松浩来。对旁边的这位选手你了解吗？他在游戏界就是在俄罗斯方块界一直是很有名的，因为他是世界冠军。哦。就像那个短跑那个博尔特那跑步速度一样。啊，真的吗？就无法超越他。对，他讲他是一个俄罗斯方块游戏界的高手，怎么理解他的高手？吉贝红纯在2011年就已经挑战世界排名第1的选手的时候，他已经把别对手斩落马下，所以他是公认的顶尖高手中的顶尖高手。松浩，你压力大不大？压力不大，因为他就是世界冠军，是因为我没有来参加这个比赛。I think if he somehow wins tonight, it will make a bigger change in his life than Kibe's life. So I think he has the stronger motivation. But if he's too motivated, he may make some mistakes. So he has to control that urge to win. 好建议。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2位选手今天挑战的方块大作战，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请看。方块大作战，2位选手急速比拼经典游戏俄罗斯方块，共3轮。第1轮马拉松比速模式，第2轮方块隐形模式，第3轮方块对战模式。3轮结束后，得分高者胜。若分数相同，将由国际评审裁定。松浩，在比赛开始之前，你还有什么要求？我现在还需要吃香瓜子。松浩先生说呢，他要想吃一些瓜子，你觉得可以吗？可以，很爽快啊！你是不是要尝一个？来。瓜子不是这么吃的，他整颗放进去。那我同样要问你了，在比赛之前，你也可以提出一些要求。中国で有名な飲み物の六甲くるみ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らしいんですけど、それを今度飲んでみたいです。厉害了。来，夏琳。お父さんも飲んでるよ。飲んでみる？好，请2位登上东风标致508挑战杰作。那么第1轮比拼呢是马拉松模式，我们来看一下。第1轮马拉松比速模式，2位选手同时开战，目标消除200行俄罗斯方块，最终用时少者获胜，得1分。好，松浩。
浩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吉贝红尘准备好了没有？大丈夫です。好，用脑时刻多喝6个核桃。方块大作战第1轮，1分争夺战马上开始。Round 1, Ready, Go! 比赛前看到2个宅男，就觉得是不是宅宅的，好像看起来很没精神。但是没想到一开始比赛，他们的状态全部都在备战状态了。你看日本选手吉贝红唇的这种做法，留出了一列，永远保持是空的。这样他能集中精力填其他的这个空格，然后最后再消掉最后一列。而咱们这种选手在做的时候，你发现他其实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策略感了。毕竟吉贝是世界冠军，我压力特别大，然后我的手一直在发抖，然后不小心抖到了键盘上，导致一个一个的失误。キビさんすごいね、リーネちゃん。いや、キビさん早い。日本选手吉贝红唇已完成挑战，用时2分44秒。太牛了，这个差距太明显了，一开始就落后40-50毫。実際ウソンファオさんの強さっていうのは聞いてたんですけども、マラソンのモードをやった時に自分が終わった後にまだ彼がプレーをしていて、これは勝てると確信しました。他のモードでもこれは絶対勝てると思いました。这一局中我们并没有发挥出我很高水平，实在是失误越来越多，而导致我放慢速度去一个一个的破解。中国选手吴松浩已完成挑战，用时4分15秒。那么这一轮比赛当中呢，我们大家已经知道了，那么吉贝红尘用时是2分44秒，而松浩呢用时是4分15秒，1分多钟的差别，吉贝取胜。好，这一轮呢，吉贝获得了1分。好，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第2轮的隐形模式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第2轮方块隐形模式，2位选手限时2分钟。在隐形模式下同时开战，消除俄罗斯方块行数多者获胜，得2分。虽然第1轮吴松浩落后，但是第2轮我对他有信心，因为这是他的长处所在。次の種目はキビ君があんま得意じゃないそうみたいですね。ブラインドのやつなんで、ちょっとそこは本人も心配はしてましたけどね。第1局马拉松模式，我虽然以很大的差距输给他，但是我知道第2局我最擅长的隐形来了，盲打还是有机会的。希望这回吴松浩可以赢啊！方块大作战第2轮2分争夺战马上开始。Round 2, Ready, Go! 好，
轮开始没多久呢，我们看到那个松浩呢，他就还在底部，可是这个吉贝的他已经快要到顶了，所以我就想说啊，真的是松浩的强项。这应该感觉吴松浩明显有优势，你看吉贝已经到很上面了。那个吉贝已经快到上了。やっぱり右をやっぱりこう開けてそこに4本流し込んでいくって感じですよね。中国の選手の戦略っていうのはゲームスタートの時に一発逆転を狙うという戦略なんですけども、それをされないように最初に攻撃を送ってそれで着実に相手を倒すという戦略を取りました。刚才吴松浩明显是有优势呀，他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技术人啊！等一下，等一下，怎么？怎么了？不知道。我觉得第二轮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按照吴松浩平时训练的成绩，他轻轻松松都能够削70多毫，远远的好于他今天的表现。松浩，你现在可以说，左右移动有2帧的延迟。不可能啊！有轻微的延迟，就是说我按一下右，它往右移动了2个，这个问题，所以我也必须要指出来。吉贝，你的键盘有问题吗？有延时的现象吗？大丈夫です。OK， 好。他们可以交换键盘吗？交换场地？他当时提出设备有问题，我当然是觉得非常尊重，因为他们都是高手。或许他真的是某一个键或2个键产生了问题。我想把这个伤脑筋的问题留给我们的国际评审 Robert Desmo 先生，你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So it seems like the best solution is for the 2 players to swap stations and repeat the round. 那么，我现在问一下日本选手的意见，这很重要。吉贝先生，我们刚才国际评审提出了这个解决方案，你接受吗？受け入れます。好，松浩，你觉得这个方案你接受吗 ？OK。最初はそれがウーソンファオのキーボードの不調っていうのが本当だと思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ど。其实我们的期望是，如果是硬件、软件有毛病的话，那个毛病能够被重复出来。OK， 因为我们不能带着这个毛病直接到第3轮，如果到第3轮出现同样的技术毛病，那我们就没法玩了。好，现在请2位选手交换挑战位。 やり直しだね。隐形模式，挑战开始。
一开始我以为设备出了点问题，但是在他们交换位置之后的话呢，还是宋浩输了，所以看来不是设备的问题。好，请2位来到舞台中央。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哎，吉北红锤还是有实力的，实力还就是实力。哎，好，现在呢，这个吉贝先生呢是以3-0啊暂时胜出，不过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还有最后一轮，那是3分的争夺战。好，第3轮的对战模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3轮方块对战模式，更快消除的一方能将所消方块行数随机增加至对方界面中，此消彼长，直至一方失败。最终坚持久的一方得3分。接下来2位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准备好了，请坐上挑战位。方块大作战第3轮3分争夺战马上开始。前2轮日本选手均获胜利，拿下3分。最后一轮的分值为3分，连负2局的吴松浩只有拿下这一轮，才能扳平比分。他能否放下负担，绝地反击呢？对战模式，挑战开始。Ready, go！恭喜吉贝赢得了本场的胜利。好，恭喜！哎，谢谢。那我们也对咱们松浩的精彩的表现表示鼓励。好。哎呀，太厉害了！这个真是非常精彩，很厉害，实力在这，实力在这。松浩，你今天没有发挥出自己100%的实力出来，我知道你的水平应该比这个更高。技能是一个方面，心理素质、抗压能力更是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因为要不平时就白练了，发挥不出来就是白练了。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没想到吉贝红重新今天虽然他是远道而来，但是他就像一块磐石一样，完全的非常的冷静。然后充分的发挥他自己的实力，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就向日本选手学习。好，中国战队对战日本战队的第1回合的战况是，日本战队暂时以1-0领先。好，我们谢谢2位选手，请2位选手到备战区观战。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战队迎战日本战队的备战区。那么今天第2组的挑战者是日本战队的坚影忍者青木剑，以及中国战队的鬼才之眼王玉衡。鬼才之眼王玉衡，去年中日脑力 PK， 惊人之举。我放弃观察。啊？独胜一筹。王玉衡正确。但是，能不能更合适的尊重对手呢？不惧流言，我用实力去尊重对手。今年他一举拿下队长之位。日本战队，我等你很久了。这一次，我要带领更强的中国战队，展现真正的实力。请出招吧。
世界記憶力選手権で上位8位以内に入った日本人はいな僕はかった強くなっです。て国をもっと強くしたい。その日僕はスペックの世界に入って誰もが羨む天才になりたいと思う。脳のトレーニングをはじめ絶え間なく訓練を重ねメンタルを鍛えていった。試合に出ては練習をし試合に出ては練習をしてそれをずっと繰り返し続けていった。誰も僕が夢を追うことを止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必ず僕はチャンピオンになってみせる。好，我们有请日本战队的青木健和中国战队的王玉恒。好，欢迎两位，欢迎。青木健先生是第一次到南京来吗？南京は初めてです。您对他了解吗？王玉恒先生。はい。昨年の日本との対決で原口さんと戦っていてですね、観察力がすごくて、もう中国の中でも本当にトップクラスの選手だということを認識しております。所以，尽管如此，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吗？はい、もちろんあります。哇，好。玉恒，听说过青木健吗？实力不是特别清楚，但我知道他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人。面对一个特别努力的人，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你的胜算是5-5开吧。5-5开。好，那么今天两位要挑战的项目是什么呢？这个项目的名称叫蠢蠢欲动。蠢蠢欲动，来自日本的人气偶像团体 NMB48 和中国的 SNH48 31名成员首次合体，担纲最可爱出题人。现场2位选手同时观察31名成员，依次涂抹同品牌同色系口红，亲吻唇卡，形成唇印的过程。随后，31名成员将自己的唇印随机替换到有700多个干扰唇印的唇印墙中，并留下签名。嘉宾从全部成员中随机挑选4名，2位选手观察后，找出这4名成员相应的唇印位置。正确率优先，若正确率一致，则用时短者胜。在我的左右手两侧就是我们732个唇印的干扰项。こんなにたくさんあるのに見つけ出すの大変だね。信じられないんだけどな。来挑战。我也蛮感兴趣的是这个唇纹。那我想问的具体来讲是唇纹跟指纹哪一个它的识别的难度更大？那一定指纹是不会变的哦。但是你要是从观察这个人的唇部，然后印出这个唇纹的话，你稍微撇一撇嘴，撅一撅，然后包括深浅，都不会一样。明白了。张教授，你对王一恒过往的挑战项目你有什么印象？王一恒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嘉宾。去年在那个比赛当中，我是看了他那个录像。袁国正先生拿放大镜还看，他不看，结果最后他赢了。哎，太牛了啊！就是今天你看不看？我认为这道题真正要考察的能力的话，应该是不看。然后你直接观察人的嘴唇啊，你想象出他的唇纹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你不看这个印出来的这个唇纹，对，不看纸上，而是只看小姑娘的嘴，对，你根据看她的嘴就能推断出来将来哪是她的，这个难度就太大了。マジですかこれ？这太冒险了。对啊，这个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因为你完全可以靠你的想象能力，靠你的视觉观察能力完成这个挑战。但今天比的是 PK 赛，我们比的是速度。如果你速度慢于对手的话，你还是输。我们好像输不起了一点。求稳一点，我认为他还是应该要观察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已经在第1回合的较量当中以0-1暂时落后，所以最后我还是要问你一句话：你要放弃观察吗？我觉得无论怎么样，
我下台的时候就是1比1。哎呀，好，两位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はい、大丈夫です。请两位坐上东风标致508挑战节奏。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最强出题人 NMB48 以及 SNH48 出场。是放着热烈的闪电，最白的沙滩最漂不曾更新的清晨正新鲜。在美的语言，不需要金色的铺垫，此刻说的音乐更接近了一点点。心跳声音sounds good，爱的果实终于成熟。好，我们掌声再给2个天团。哎，你们好，远道而来，请出座。哎，好，我可以坐你这边吗？哎，好，谢谢你。哎呀，蒋老师，坐那里要有条件的。什么条件？你必须跟他们刚刚一样，做出那些送飞吻的动作，送爱心的动作。来，音乐。远道而来的 NMB48 的成员啊，你们好。哎，这个我日语可以的。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好，我想问一下，你对今天的挑战项目了解吗？わかりますよ。難し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ぜひ私たちのキスマークを当て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我第2个问题就想问了啊，你觉得今天晚上谁会赢？日本の挑戦者の青木さんがもちろん勝つと思います。私たち一生懸命応援したいと思います。哦，太好了，好，我想问一下 SNH48 的成员啊，你觉得今天晚上的对决谁会赢？当然是我们中国队啦。好，谢谢王璐。好，接下来呢，我们将进行纯印的采集啊。青木剑准备好了吗？はい、大丈夫です。请青木剑到观察区就位。王一恒，那么我还是想最后问你一下，你放弃观察吗？要旅游找途牛，牛人专线品质游。广告期间别走开，打开微信摇一摇，途牛现金红包领不停，看最强大脑选牛人专线。6个核桃最强大脑，精彩稍后继续。最强大脑独家旅游合作伙伴途牛旅游。6个核桃最强大脑，最强大脑由核桃乳领导品牌，6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王一恒，那么我还是想最后问你一下，你放弃观察吗？我放弃。我最后还抓紧机会再劝一下王玉恒，就像我说的，这不是一个准确率的挑战，是个速度的比拼。那如果你能做一些事情，能让胜算高一点，以作为队长的责任能够完成得更好一点，我希望你能抓住机会。所以我只是提个建议。我的速度只会比他快。我觉得自信是好事儿，但是在这个关口，我们特别需要这一分。如果因为放弃观察而失利的话，我相信王一恒自己也会后悔的。但同时也想问青木先生，如果说王玉恒他不观察了，请问你现在的心情是更轻松还是更紧张？
いや、こんなちょっと可愛い綺麗な女の子たちのリッププリントをですね、独り占めできてもう嬉しくてしょうがないですね。好，秦不见准备好了吗？大丈夫です。听我口令，观察，开始。在中国战队已然失利一局的情况下，队长王玉衡却选择了极其冒险的解题方法。放弃观察纯颜的王玉衡，究竟是过于自大，还是源于自信呢？锤已采集完毕。好，现在呢，我们就请青木健先生回到挑战椅整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31位成员呢，两两的将自己的唇印呢，在唇印墙上呢来进行替换。并且呢签名，请开始替换。主持人31个唇印已替换完毕。现在。我们就请国际评审为选手挑选2个成员。在阳光下融化的巧克力，把所有甜点都装进心里，弥漫着那幽香气。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小川挑选另外2位成员。好，谢谢小川。现在请科学助理为2位选手摘下耳机。好，玉衡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青木健先生准备好了吗？大丈夫です。右脑时刻，多和6个核桃，挑战开始。别笑，别笑，别笑啊！别笑，别笑。王玉衡他的解题方法太难，青木健用的是记忆的方法，他只需要把女孩的唇印和嘴唇一一匹配就行。而王玉衡直接观察女生的嘴唇，然后在脑海中间推理唇印的图案。但是这些唇印在采集的时候很不受控，比如某个女孩在采集唇印的时候，她嘴巴是嘟起来的，这样我们就采集了一个嘟起来的唇印。但在王玉衡观察的时候，他的嘴巴不是嘟起来的，这样就会给王玉衡的推理带来极大的困难。请
其实王玉衡在看唇印的时候，就跟他在看水杯一样，他是一行一行一行的很快速的扫过去的。王さん探すの早いですね。信じられないですけど。はぁこんな早く見られてたら。まだ半分見てないですからね、青木さん。嘘我能再看一下他们？可以，随便看，随意，只要在40分钟之内都可以。这什么情况呢？这个，这谎言是吧？おそらくもう2人分書いてるのもかなり青木さんにとってはプレッシャーかかってると思いますね。王さんこっちで3枚書いてましたよね。まだこっちで1枚しか書いてないですか。ありえねえな。王玉衡一作答完毕，用时9分4秒07。好。我心里其实咯噔了一下，其实还有很多时间，他可以完完全全可以再复看一下。耍酷可以，但输了我就掐死他。もう正確数で勝つしかないので、引き分けでは負けるので正確にやってもらいたいなと思います。根据规则，两方选手在正确率相同的情况下，用时短的选手才能获胜。王玉衡只用了9分钟就完成了挑战。依然没有时间优势的青木剑，可以利用接下来的时间保证正确率。两位选手2种解法，究竟谁会获得最终的胜利呢？日本选手青木剑已作答完毕，用时39分54秒91。接下来
我们请1号成员到我的身边来。我们从日本选手这边开始验证。日本选手青木健第一题的答案是2面墙 C 行。好，2面墙 C 行。13列13列，2面墙 C 行13列。那么答案是否正确呢？我们请科学助理将相应的唇印板取下。好，这就是日本选手青木健给出的第1号题的答案，到底正确不正确呢？哎，你看我一下，哎，好像有点像啊。那我来看您的名字是古川爱梨。好，接下来我们请科助揭开我们的签名卡。接下来，压力在王玉衡这一方了。王玉衡是放弃观察的。好，现在请科学助理报出王玉衡所写的答案。王玉衡给出第一个唇印的坐标为2面墙。C 行。好，双方在这一局当中1比1战平。哎呦，太惊险了，对不对？好，我们谢谢1号的古川爱梨，谢谢。好，我们请2号成员上来。好，接下来我们请科学助理报出青木健的2号成员的选择答案。日本选手青木健第2题答案是2面墙2面墙 I 行 I 行12列。好，我们请科助呢取出相应的唇印板。好，这就是青木健所选的答案。青木健这第2号题答的是否正确呢？我们开始请科助揭开签名卡。倒叙。啊，很遗憾不正确啊，这是我们的干扰项。哇，好，接下来王玉衡是否正确呢？我们请科助报出王玉衡第2道题的答案。王玉衡第2道题的答案为2面墙，同样是2面墙。G 行 G 行24列。我问王玉衡一句话，有把握吗？我觉得我只有2种可能，要么找不着，要么就不会错。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唇印呢，跟它的大小好像差不多啊，是否是正确我不敢确定。好，我们请科学助理揭开签名卡。少是正确的，来，学正确冲，正确，好，恭喜王玉衡。那么现在是2比1，在这一局当中啊，好，谢谢我们2号选手，谢谢。现在我们来验证第3号题，我们请第3号成员到我身边来。好。第3号成员已经在我身边了。同样，我们也从
青木剑的答案这边开始验证。日本选手青木剑第3题的答案是2面墙。2面墙。C 行。C 行。第5列。好，我们请科学助理取下相应的唇印板。我们这位成员的名字叫久代梨奈。好，那么请揭开他的签名卡，看看是不是久代梨奈。久代梨奈，正确。好，现在我们就要看王玉衡的答案是不是2面墙 C 行第5列了。好，请科学助理揭晓王玉衡给出的第3号题的答案。日本选手3轮验证完，只答对2题。是我们的干扰项目。而王玉衡前2轮全部正确，只要他第3轮验证正确，就会以时间优势胜出。他究竟能否续写自己的不败神话呢？王玉衡给出第3号题的答案是2面墙。2面墙。C 行。C 行。好，大家不要激动，因为最后一个列也决定它是否正确。第几列？其实根据比赛的规则，王云衡已经取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赢了！好，当然我们也对青木剑的精彩的表现表示鼓励。好，これが本当の実力っていうのは認めたくないですけども、認めるしかないですよね。现在呢，我们请2位选手到我的身边来，有请。谢谢你。现在我想请问一下，青木先生，因为我们还有1题没有验证，你愿意继续验证下去吗？你愿意吗？可以，可以。好，接下来我们请4号成员到我身边来。孙兴文，来，我们先看青木剑的答案，1面墙 L 行第20列。好，告诉我们是不是孙兴文？孙兴文，正确。好，接下来我们。王玉衡是不是能够完美收官了？我们直接来看答案，开始。来来来，1面墙吗？1面墙吗？快，1面墙对的，是不是 L 行 ？L 行对的。22。好，我们再次恭喜王玉衡，我们也再次感谢青木剑。神一般的存在的。好，现在中国战队对战日本战队的比分是1比1打平。对刚才看到惊心动魄的一幕，有什么想法？来，桃子。王玉衡，你知道大推位有多生你的气吗？在刚刚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很担心你。我们不是不相信你，我们只是希望你有更多线索。他的确不需要记什么东西，但他做的推理其实是有风险的。你这个推演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比赛的场合，对我们带来了风险，因为我们不想输，但。很明显，他的今天表现得非常完美。对，祝贺！我就觉得已经不能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对人的思考来理解，我们只能叫做神一般的存在。哎呀！现在，我想问一下青木剑，你对接下来的日本战队的选手的表现有什么看法？フラッシュ暗算は力のあるリンネちゃんと土屋先生が待っているので、中国チーム覚悟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好。我现在就是想跟小刘洋和冉冉说，
你们现在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了，因为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了。是，我也相信我们中国选手可以把去年的都赢回来。好，中国战队 PK 日本战队的大结局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我们马上为大家一键分晓。两位，请到备战区观看。好，我们同样用热烈的掌声，谢谢两个天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好，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战队迎战日本战队的备战区。好，日本战队即将出场的选手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心算神童石瓦绫音，还有一位号称心算大帝，也是石瓦绫音的偶像土屋宏明。那么中国战队即将迎战这两位日本选手的是少年黑马徐留洋，以及退隐高手陈冉冉。在速算王中王抢位赛中，徐留洋、陈冉冉脱颖而出，一位是闪电心算界的新秀，实力是1分天赋外加99分的努力，另一位是曾经的世界冠军。没有摔打，何来实力？没有对手，何以前进？强敌环伺，究竟如何才能突围而出？5歳の頃、私は速算を身につけた。私の計算速度はどんどん速くなっている。完璧に時間を支配している。止まることなく勝ち続けている。8度目の日本一、世界一、また一つと高い山を登り続ける。自分自身が全て追いつきてしまうまで戦い、そして勝つ。こんにちは、辻川凛音です。久しぶり、覚えてますか？石瓦绫音的能力远远的超出常人，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心算界神一般的存在。今年は私が日本チームの隊長です。尊敬する土屋さんと一緒に戦うので、足を引っ張らないように頑張ります。好，我们有请中国战队以及日本战队的4位心算天才。石瓦绫，你去年的表现已经让很多的人叹为观止了，是不是今年只要你出场就行了？你的偶像不用出场就能够秒杀中国的选手？相手が強いからわからないです。不好说，哎，好，徐留洋，你对石瓦绫音了解吗？去年我也看过他的比赛，我觉得我今天有100%的把握战胜去年的心算神童石瓦绫音。哇，吴宏明先生，石瓦绫音说你是他的偶像，你一定在心算方面比他强，这话是真的吗？そうですね、スピードには自信があるので、今日はリンネちゃんと一緒に勝ちたいと思います。好，大家可能对土屋宏明不太了解，但他可是日本心算第一人。冉冉，速算界的心算大帝啊，土屋宏明，你了解吗？我跟涂宏明其实也算是老对手了。老对手。我们之前在世界大赛上有交过手，当时交手的战果是我还没有输过。10年ほど前に一度世界大会の方で対戦したことはありました。全力でやって全力でやれば必ず勝てると思っていました。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土屋宏明，你今天的胜算？90%。火药味已经很浓了啊 I saw Fujikubo last year, and she was amazing. This year, she brings her teacher. They are like Luke Skywalker and Yoda from Star Wars. 好，来，小川。一个绫音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所以我就心里面就压力很大。哎，这个神一般的存在还有一个偶像是比他还厉害，这个更神一般的存在，所以我就这个已经觉得我们就难度很大了。我觉得强者碰撞的时候，勇者胜。这是我替冉冉一个提醒，就是他喜欢验算嘛。验算的话，可能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你要斟酌一下，能不能少验算一点，更快一点。
我们有时候愿意冒一点风险。我觉得大哥你就别给别人支招了，上一轮你的支招就不太灵，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很淡定的，他有他的策略在。好，那么今天他们要挑战的项目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中日两队选手将共同挑战2分项目心算大战。第一轮闪电心算博弈战，4位选手依次坐庄，同时迎接对方2位选手挑战，双方以庄家所选题型进行比赛。仅当庄家作答正确，对方2位选手均作答错误时，庄家获胜，其余情况均为对方选手获胜。获胜方所在战队得到该题型对应星数，4位选手轮流坐庄完毕后，总星数高的战队获得1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轮挑战难度的等级以及对应的星数。那么，请豆豆为解释一下，因为我感觉现在的比赛规则比去年要稍微复杂一点。对，第一轮闪电心算博弈战，轮流坐庄。其实这个中间的确有博弈的存在，因为你做庄的话，你需要挑一个题目，那个题目你能做出来，但是对手2个人都做不出来，你才能得分。所以你采取的策略肯定是以己之长跟他人缩短，这种赛事更有利于表现出选手的长处。OK， 就我的极限在哪？大特卫，那第一轮如果3个人同时都答错的话，怎么算？要算庄家输。那第2个当庄家的人可不可以选跟前面一样的题型？不能，因为第一轮题型出现以后，其实大家对对手的实力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下一轮如果用同样题型的话，你就可以有优势一些，所以我们不允许那种情况发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了心算的大比拼，我们请各位进入备战区。接下来，到底哪一个队先做庄呢？就由我口袋里头的这个硬币来做决定。中国チームが先行になることを願っていました。もし先行が日本になった場合、最後、中国の選手は戦略を立てて、必ず勝てるような策を、練るから。日本战队先坐庄，现在就请日本战队选出哪一位先坐庄。私が先にやります。土屋さんは休んでいてください。哎呦，掌声鼓励一下。那么，施瓦林，告诉我你要选择的题型。3桁足し算4秒です。3位数加法4秒，总共是9颗星。哦，他上来就选了这么高一分的一道题，一点都没有保留。3位数加法4秒，这是去年闪电心算在这个舞台上玩的难度最高的题，是替野健夫玩的。哦，所以今天的第一题就达到了去年的闪电心算的最高水平，所以难度升级了。好。哇，才一开始他的那个星数就已经比去年最后结尾的星数还要高了。今年这个难度真的特别的难。好，接下来我们就请王小川为选手出题。好，接下来我们请日本战队的施瓦林与对方战队中国战队的2位选手走上东风标致508挑战节奏。好，3位，听我口令，用脑时刻多喝6个核桃，挑战开始。
1201只要保证对，这个不用跟时间没有关系。给你加干巴嘞，干巴嘞。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我们先来看施瓦林他的答案是否正确。来，1正确，0正确。都买，这有点意外。施瓦林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但是一开始他就出错了，哈哈。那么实际上根据规则的话，9颗星已经归了中国战队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把2位的答案打开，来，我们来看看，10532正确，10111不正确。好，闪电胜算的第1局啊，9颗星归中国战队。就没想到呢，他自己这个选择的题型没有办法能够完成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是不是有点失常？那么接下来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我们就要请出中国的首位坐庄队员，哪一位？请起立。好，许六阳，别选分太高的，自己答不对全给人家。你选择的题型？我选择3位数加减混合4秒。3位数加减混合4秒，10分的题。好，现在请国际评审 Robert 为他们出题。哎呀，好，3位听我口令，右脑时刻，多喝6个核桃，挑战开始。すごい。昔はあれギリギリ読めたのに、今読めないですわ。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4位数答案。好，我们就来看看徐留洋的答案。开始。对不起，错误。好，我们来看看2位的答案。开始。涂宏斌正确。那么由于许留洋在这一局的比赛当中呢出现了错误，所以10颗星呢归日本战队所有。其实徐留洋的策略有问题，在我们领先9分的情况下，他完全可以选一个低分制的题目，这样即使我们输了，我们还是领先的。现在他选了一个10分的题，失败了，对手反而领先了。好，接下来按照交叉的顺序的规则，我们接下来坐庄的是涂宏明。涂宏明，请告诉我你选择的题型。5桁の足し算6秒でお願いします。5位数加法6秒9颗星。好，现在我们请兜的位为选手出题。那相对也就保守一些，对吧？你没有必要去冲10颗星的。右脑时刻，多喝6个核桃，挑战开始。同样的，做的速度非常的快。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好，是7位数的答案。頑張れ、土屋さん、頼むぞ。土屋さんいけ。いけるぞ。いけ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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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涂宏明的答案是否正确。来，选手涂宏明给出的答案是第1位数。看第1正确。第2位。2正确。第3位。
マジか。これ厳しいな。来，我们一起公布一下中国战队2位选手答案。12910，正确。好，那么到了第3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战队暂时以18颗星比10颗星领先。好，3位选手还是到挑战椅休息一下。凡是出地方，最后都输掉了。这个做错本身是自己在这个发挥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缺陷。我有一个问题。好，请问。就是刚才 Dr. Wei 说，就是第一个人选了之后，第二个人就是不能跟第一个人选的一样。那我刚刚看到，就是土屋宏明他选的第2个题的分数是9分，对，然后比那个徐六阳的要低1分，对，所以我想确认一下是，我们候选的就是只要是不一样的题型就行了，就分值是可以降低吗？对，当然可以降低了。策略，对，没错，这就是好的战术嘛。陈冉冉告诉我，你选择的题型。我选的是3位数加法10秒。6。3位数加法10秒，3颗星。现在我们请国际评审 Robert 出题。最後の問題は、星の数も少なくて、日本の勝利はまずなくなって、無意味でした。賢く、また、ずる賢い、作戦だと思いました。好，用老师课都喝6个核桃，挑战开始。3颗星我觉得也够难的了，3颗星都弄完了。一起打开吧，3、2、1。9182正确，9182正确。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正确。好，那么第1轮的比拼，中国战队以18颗星对日本战队的13颗星，暂时领先。恭喜中国战队赢得了1分。好。现在我们请3位选手到挑战椅休息一下，谢谢。中国队第1轮是取胜了，但是我们知道，在第2轮的大位数乘除中，日本队的实力非常的强劲。第2回の、多数桁暗算で勝つ自信がありました。比赛呢仍将继续，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更加激烈的多位数的乘除法的车轮战。第2轮。多位数乘除法抢答车轮战，双方自行决定出战顺序。1对1抢答，抢到答对得星数，抢到答错扣星数。每个回合胜者成为擂主，继续接受对方另1位选手的挑战，直至其中一方2位选手全部落败。最终回合的胜者为所在战队赢得1分。2轮后得分高的战队获胜。若2队总分相同，则交由国际评审判定。第2轮因为是车轮战，大家注意一下那些题目的难度。第1组、第2组、第3组难度是递增的，所以这1轮是看每一队的它的长板到底有多长。OK。每一个回合里面会这个比赛几次？每一个回合是3道题。如果出现平局，如何裁决？2轮1比1的话，国际评审可以现场出题，然后我们1局定胜负。 I have some extra questions here to settle a draw. I hope I don't have to use this. 好，接下来第2轮比赛的第1回合马上就要开始，我们来问一下日本战队，你们推出的第1位出战的选手是？私です。还是施瓦林，好，真棒。
中国战队这一边谁第一个出来应战？现在我们同样的请国际评审为选手出题，有请。现在我们就请2位选手走上挑战位。日本的大倍数很厉害，这回施瓦应该做对了，但是许亮应该干不过施瓦林。第一回合，第一题的抢答是5位数乘5位数。3、2、1，开始。666。好，我们看到许六阳呢已经按下了抢答器。我们说，正确是最重要的，如果答错的话是要倒扣的。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我们来看一下。4正确，5正确，3正确，来，8正确，4正确，9正确，8正确，3正确，4正确，最后一位数至关重要了。如果最后一位数对的话，6颗星就归属于中国战队。来，最后一位数是。徐良按的速度很快，就是石蛙的背影有这样一转头吓到，就是怎么会有人比我快？好，我们来看一下施瓦林英的答案：4538498347。我们也鼓励一下施瓦林英。林英可能，我觉得好像没有去年强。我抢成功，可能对他的信心是有点挫折的。好，那么第2道题呢是11位数除以6位数，准备好，3、2、1，开始。哦，又开始了。展一走。施瓦林英呢先抢答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第1位4对，6对，2对，5对，8正确。好，他好像突然之间醒了。施瓦要开挂了。第一组第3回合6位数乘6位数，听我口令，3、2、1，开始。0对，4对，7对，9对，9对，5对，3对，0对，7对，来0，最后一位，来9正确。我们恭喜施瓦林英啊，为日本战队赢得了8颗星。现在的情况是。好，我们也恭喜施瓦林英，你成为擂主。好，恭喜你。施瓦林英这个选手是越战越有型，所以徐良阳在第1回合领先于他，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
看到石蛙连扳2题呢，我就觉得说，哇，他这么厉害，那可能土屋真的不用出场，让这个小小的石蛙领英来领先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请中国战队的陈冉冉上挑战位。请王小川为选手出题。陈冉有点紧张了。陈冉发现1201算的速度非常快的话，他就会紧张。好，两位选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嗨。第2轮的第1回合的题目是6位数乘7位数9颗星，听我口令，3、2、1，开始。哦，他没验算，直接拍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13位数。冉冉的答案是开始。2对，2对，8对，2对，8对，0对，5对，1对，8对。来，6对。7对，5对，来，最后1位数是不是0了？来，正确。那么第2轮的第1回合啊，那么冉冉为中国战队呢赢得了9颗星。我注意到冉冉在答题的时候没有做验算，所以面对强大的对手，他还是做了战术上的调整。好，接下来的第2轮的第2回合的题目是去年的最难的题目，7位数乘7位数，10颗星。两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嗨。好，准备好了，听我口令，3、2、1，挑战开始。日本选手在大位数乘除上速度特别快，我根本没有验算的时间，所以我必须一次性算完就抢答。这样的话，我对我自己的答案其实没有100%的把握，我也是心里特别紧张，特别怕答案是错的。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14位数，好。冉冉压力肯定很大啊。3对，4对，5对，1对，1对，7对，5对，9对，5对，5对，5对。要旅游找途牛，牛人专线品质游。广告期间别走开，打开微信摇一摇，途牛现金红包领不停。看最强大脑，选牛人专线。6个核桃最强大脑，精彩稍后继续。 6个核桃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有核桃乳灵牌，6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14位数，好。冉冉压力肯定很大啊。 3对，4对，5对，1对，1对，7对，5对，9对，5对，5对，5对。
啊！哦，对的，5对，4个5对，对，来8对，哦，4对。我们恭喜陈冉冉成为新的擂主。据我了解，施瓦里英的能力比去年相比的确有极大的提高，但即使这样，陈冉冉还是连下2胜，可见陈冉冉的确实力超群。接下来呢，这个大家都知道，日本队还有1位没有出场，那就是号称心算大帝土屋宏明。那么接下来是冉冉守擂成功呢，还是土屋宏明攻擂成功呢？就取决于第3回合。好，接下来请土屋宏明上挑战位。请国际评审为选手出题。第3轮第1回合是16位数除以9位数，12颗星，这是在以往的心算比赛当中没有出现过的。第3回合的题目其实跟去年相比，难度上了1个等级，所以人脑在计算这么难的题目的时候，很容易失误。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听我口令。大丈夫です3、2、1，挑战开始。すげえ桁数だなこれや。是否正确呢？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7位数。我们来看一下土屋宏明的答案：3正确，7正确，1正确，9正确，4正确，8正确。来，最后一个。5正确。Yes。那土屋宏明多快，土屋宏明写2遍。我们恭喜土屋宏明获得了12颗星。来，我们来看一下冉冉的答案：371948，正确。好，那么胜败就在时间上面的毫厘之间啊。现在2位请回到挑战位。第3轮的第2回合的题目是7位数乘10位数。2个 QQ 号乘一块儿了，这种。いや無理でしょこんなの。2位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はい、大丈夫です。好，听我口令：3、2、1，挑战开始。心都快跳出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17位数，2正确，7正确，4正确，2正确，4正确，5正确，8正确，8正确，6正确，2正确，0正确，6正确，7正确，7正确，4正确，7正确，2正确。我很开心，我其实很想冲过去抱他，因为他这么久没有做这样的练习跟比赛，但是还是颇有大将之风。接下来就进入到了非常重要的阶段。如果冉冉赢得了第3轮的第3回合的胜利，这一场的比赛
就结束了。中国战队已经获胜了。如果涂鸿明在这一轮当中获胜的话，那么情况变得复杂了，1-1战平，我们就要进入到了非常艰难的加时阶段。好，两位，请走上挑战位。那么第3轮的第3回合的题目是18位数除以11位数，星数呢是14颗星。两位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はい、大丈夫です。3、2、1，挑战开始。是一个7位数的答案。来，开始。7正确，5正确，6正确，1正确。答错，答错，答错。4正确，他写的是4啊。接下来2正确，最后一位。3正确。好，我们掌声给2位选手，我们恭喜一下涂鸿明。好，那么第3组的第3回合呢已经战罢，那就意味着在前面2轮的比赛当中，中国战队对战日本战队是以1-1战平。好，现在呢我们请施瓦林英，我们也请许刘洋到我的身边来。那么现在呢你们必须来进行加试。那么首先呢，由于呢是每队派出1名成员来加试，所以你们4位呢要回到备战区去商量一下，你们各自队伍当中会派出哪一位选手？有请。由于比赛出现平局，需要进行加试才能决定此次挑战的胜方。国际评审将事先准备好的12道试题取出，每道试题根据难度对应不同星数，科学助理将其复制2份。中日双方需各派1名选手出战，2位选手需在1分钟时间内尽可能答对更多的题目，累积星数高者获胜。啊，压力好大！我现在整个人都是汗。水欲しいです。はい。放松啊，不要压力太大。由于中日对抗赛目前比分2-2平，此轮加试也关系着中日2队的最终命运。到底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我要告诉4位选手的是，我们给你们的答题时间只有1分钟，你们不一定按照星数少的往星数多的做，因为这1分钟之内你们是有策略可以使用的。现在我想问一下日本战队，你们商量过后即将派谁出战？涂鸿明。中国战队商量之后派谁出战？好，这是他们俩对决了。现在我们请2位选手走上挑战位。其实比赛到这个时候，双方都已经到达极限，下面的挑战是对他们的专注力和意志力的考验，是真正的巅峰对决。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I believe they've exceeded anything that's ever been done in an international calculation competition. 好，3、2、1，挑战开始。要旅游找途牛，牛人专线品质游。广告期间别走开，打开微信摇一摇，途牛现金红包领不停，看最强大脑选牛人专线。6个核桃最强大脑，精彩稍后继续。
6个核桃最强大脑，最强大脑由核桃乳领导品牌，6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好，3、2、1，挑战开始，开始。其实冉冉非常的不容易，我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战队的胜负，今天全压在他的肩上，我不知道他能不能顶住这样的压力。到，停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科学助理统计一下选手的有效答题。中日双方各答出3道题目，3道题的星数也完全相同，总计39颗星。到底谁会成为今天的王者，帮助自己的战队获胜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屠洪明的答案，12颗星，对不对呢？请显示。正确。恭喜屠洪明获得了12颗星。来，陈冉冉的题目是，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正确。我们看一下屠洪明的第2道题，13颗星。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3572649，正确。那么接下来是13颗星，7位数乘以10位数，正确答案是正确。好。接下来，屠洪明回答的最后一题是18位除以11位，14颗星。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恭喜屠洪明。好，现在屠洪明总共拿到了39颗星。来，陈冉冉的14颗星的题目是7位数乘11位数。日本选手3题全部答对，中国选手目前答对2题，最后1题如果答对，将再次与日本战队打成平局；如果答错，今晚中日对抗赛的获胜方将是日本战队。最终结局究竟如何呢？最后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现在问题来了，即便到了加时的阶段，双方的选手依然打成平手，国际评审怎么办？4 contestants tonight are the most amazing calculators I think anyone will ever see. They're phenomenal. And I think we should honor them by calling this contest a tie. 好，我们尊重国际评审的意见。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我要做一个宣布了，大家所关注的中国战队对战日本战队，双方打成平手，祝贺2支队伍。好，现在我们来欢迎备战区的所有的日本的选手和中国的选手到舞台中央来。
我们有一个想法，大家有个想法说，最后的冉冉跟我们的涂鸿明是不是因为他们都很优秀，能不能够2位都进入世界脑王的争霸战？好，这个决定也是交给我们的国际评审。They all deserve, but 2 of you did an amazing performance tonight. Those were my choices. Chen Ren, Chichiya, Hiroaki, you should be the contestants to go to the final brain show. 好，2位同时进入脑王的争夺战。好，现在我们请国际评审颁发脑王的盛典邀请函。好，我们恭喜冉冉。好，我们也恭喜涂鸿明。好，现在观众朋友们，感谢收看本场的比赛。接下来，中国战队将会迎战非常神秘的国际 X 战队。同样的，在接下来的脑王争霸赛当中，陈冉冉和涂鸿明会再次出场，到底最终鹿死谁手？我们不见不散。感谢6个核桃、东风标致508、海澜之家、途牛旅游以及乐视超级手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为本节目提供全程的科学顾问。登录微博参与最强大脑话题互动，为你喜爱的最强战队加油，领取节目录制门票，还可以参与互动答题，挑战最强大脑。感谢视频合作网站，登录优酷土豆、爱奇艺、乐视网、腾讯视频，可以观看本节目的精彩内容。也可以关注最强大脑官方微博进行话题互动，打开新浪娱乐、腾讯视频、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了解节目信息。手机用户呢可以下载有态度的网易新闻客户端，获取更多的选手背后的故事。还可以下载搜狐新闻客户端、上新闻客户端、腾讯视频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一点资讯、Zaker 新闻资讯客户端，了解更多的节目资讯。你也可以通过最炫的明星粉丝娱乐互动平台大麦麦田参与互动，赢取录制门票。感谢蜻蜓 FM、航班管家、高铁管家、百度百科、百度贴吧、猫扑、天涯娱乐对本